照烧美乃滋蟹肉棒，哇，它蟹肉很大很满呢。冷冻炸虾卷超可爱的，短短小小的，它里面可以完整吃得到一整只虾。罗马生乳包里面加的是日本黑糖酱油，还有番薯。日本鹿儿岛县产的金柑，洗干净之后整颗一起咬哦。Kiki， 欢迎收看 Kiki 的一买再买的好物系列。今天一买再买的好物呢，就要来看看大家去唐吉诃德会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次呢，我就提前在 IG 的限时动态募集网友们来唐吉诃德会一买再买的好物，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期待一下吧。那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也记得先帮我在下面按个赞，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帮我订阅一下，别忘记加入 YouTube 单位，还有追踪我的 IG， 里面会有我的生活动态哦。好了嘛，那我们就出发喽 ，Go Go！现在超有空的，一个人都没有，没那么挤。对呀，我被它吸引了。啊，这个你不觉得很疗愈吗？这可以无限压哎，好爽啊！买这个，它不在清单内，但我脑波弱想买。这看起来很好吃哎。最近推出很多那种很特别的日本泡面。台湾猪的猪冻，好便宜哦！它的画面太夸张了吧？它说他们的吞拿鱼，然后它这样啊，感觉很好吃。看起来超好吃。不知不觉买了整车超多吃的，我现在是自己私心也想买。真的。好的，回到工作室啦。桌面上呢，买了10样大家在唐吉诃德会一买再买的美食。这次大概花了1500元左右，我们就一一的来开箱吃吃看吧。首先第一个要来吃的这个叫做照烧美乃滋蟹肉棒，一盒是129元。观众是推荐说啊，唐吉诃德它里面有卖那种包装的蟹肉棒，跟这种已经做好的熟食的蟹肉棒，两个口感差很多，这一个比较好吃。它上面其实卖相蛮好的有淋美乃滋，然后撒一点海苔粉，光看就肚子有点饿了。哇，它蟹肉很大很满而且口感很嫩，加上上面那个甜甜的美乃滋，还有一点点海苔粉，非常好吃它吃得到那个烤过的焦味，对，香的很好吃。虽然有点冷掉吃，还是很好吃真的嚼一嚼，因为它本身那个蟹肉的甜味就出来了，这真的有厉害虽然说单价相对起来高一些，但毕竟就是蟹肉棒嘛，贵一点我觉得合理。那个表层有点焦香味，跟着蟹肉一起吃，还有那个美乃滋一起吃，它的层次感很足够。这一个我也会回购，好吃。下一个要来吃的是日式炒面面包，一盒是55块钱。观众说最内行的吃法是你买回来之后要去微波加热一下，那个吃起来的感觉才是最厉害的。那我们就去加热来吃吃看吧。中间是包炒面，然后还有一些红姜在上面。我觉得它围完之后有变软有哦。有加倍吗？它的面包微波完之后变得更湿更软一点，搭配上面的炒面其实更合理，你会觉得它很像是一道料理，其实蛮好吃的耶。因为如果没有微波之前啊，它可能口感会比较干一点点，跟炒面的那种湿润感就没有到这么的搭，再加上它上面的红姜有一点提味解腻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微波最大的重点应该是它上面的炒面变成热的之后，酱汁也变得湿一些些，会更好吃。我觉得55块这样子吃起来，它的炒面分量算是蛮足够的。如果当午餐吃的话还 OK， 微波完有变得比较好吃。下一个要来开箱的是鲑鱼松，它这个特别强调它是从北海道来的，很幸运刚好遇到它特价，买1送1，一罐是99块钱。打开来里面是长这个样子。撒了一点鲑鱼松在饭上，看起来好好吃。它的口感吃起来是很绵密的，有点接近在吃罐头鲔鱼，然后有点湿润感的，但
比罐头鲔鱼再干一点啦。它的鲑鱼味很浓郁耶，这个很适合爱挑食的小朋友。像我自己本身小时候啊，每次妈妈添白饭，我都会觉得很无聊，我就很不喜欢吃没有味道的饭。像这个很有味道，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就很喜欢。我觉得它值得买。我自己本身如果这样子加，不用配其他东西就吃2碗饭，不挑食了，好吃。下一个要来开箱鲑鱼生鱼片，其实观众推荐的是它的生鱼片类，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鲑鱼生鱼片的铁粉，所以我就买了鲑鱼生鱼片。像我自己本身买的这一盒呢，它是192元，打开来它里面总共有7片，然后有附酱油包跟瓦萨比包。如果是以192的话，一片27.4其实不便宜耶。但我觉得他们的寿司比较平价一点点，它200块钱其实可以买到一盒大概7个8个左右。来，你先夹吧，我会夹瓦萨比。拍什么？谢谢。27，我觉得蛮贵的。可是它切蛮厚的，跟一般的那个鲑鱼生鱼片比起来，我觉得它厚蛮多的。它的鲑鱼生鱼片吃起来真的很新鲜，又有一点油脂在里面，厚度也刚刚好哎。它确实比一般厚，所以吃起来满足感很高。它有一个 Q 弹的感觉。对。哦，这个不错。而且我觉得重点是新鲜度真的有到。如果你本身不考虑价格的话，我觉得买它你不会失望，蛮厉害的。而且我觉得甚至有比一些日本料理店的鲑鱼生鱼片还要来得更好吃。下一个要来吃在唐吉诃德也有很多人会特地去买的泡面，它叫做一瓶夜店炒面，这样子一包是105元。然后我买的这个口味它是海老盐口味，它里面呢有3包酱料包粉包，因为我不懂日文，所以我不太知道它是什么。那它的面体呢是长这样，稍微细一点点。那我们就照上面的说明把它泡来吃吃看吧。拌完之后，它超香的，整个香味扑鼻起来，有一个浓浓的虾味。对，哇，我觉得它吃起来是虾味炒面，我好喜欢它的炒面口感了。它的面条粗细度刚刚好，可能跟一般的面条比起来有点偏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很能扒着那个酱汁，吃进去的时候香味很浓。不过相对来说，我觉得它的调味比较重一些些。如果咸度10分的话，大概有到8分的程度。它的调味真的很日式，在台湾吃不到的味道。它是咸中带甜，虾味很浓。吃着这个面就让我想起了当年去日本的时候，最后一个行程一定是先去超商买泡面，买一罐台湾买不到的日本饮料，然后到饭店里面泡着吃，再配着一口日本饮料，那个感觉哇！然后还贴着修图时间，对，因为一直走，对，走了一整天，你知道那个画面什么的，哇，就是这个感觉。当年去日本玩，大家也是这样的行程吗？如果也是的话，底下留言加1。在这段期间，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办法去日本、韩国玩的时候，买一个这个很日式的炒面来吃，我觉得也算是还不错，会让你有一种1秒到日本的 feel。下一个要来吃的这个我也很好奇，它这样子一包冷冻炸虾卷是79元，然后它的调理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把冷冻炸虾卷分开放在盘子上，包着保鲜膜，放入微波炉加热就可以了。它里面真的是迷你炸虾的感觉，超可爱的，短短小小的。所以如果是以79块钱来说的话，一只差不多20块钱，20块钱好像还可以啦。那我们要去料理来吃吃看吧。微波出来之后，它的卖相跟直接拿去现炸一样它里面可以完整吃得到一整只虾，不过它外面的皮蛮厚的。我自己是觉得微波有点小可惜啊。这个如果大家家里有气炸锅的话，用气炸锅应该可以保留它那个脆皮的口感。你知道它是什么的神器吗？为什么？你要帮小朋友准备便当，让他去蒸的。这样说没错，这个如果当便当菜，的确是会蛮幸福的。哦，里面的虾子很好吃，它就是有 Q 弹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它的咸味也不很重，如果咸度1到10的话，它大概落在6、7分左右，是一个不会很重口味，但是味道很够的炸虾，好吃好吃，配饭也不错。
下一个要来吃水果，这一个是日本鹿儿岛县产的金柑。这个观众朋友跟我推荐呢，是说虽然它单价相对起来贵一些，可是很好吃。这样子一包是229元，有点像荆棘，但是又比荆棘再大一些些。里面总共有9颗，一颗差不多25块钱。我上网查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洗干净之后整颗一起咬，它最甜的地方其实在于它的皮，营养价值也是，所以绝对不能略过它的皮。它其实摸起来的感觉是扎实的那种感觉，要不要试试看？一颗25块钱，好难突破。哦，好甜哦，很甜的橘子味，再加上一点点荆棘的感觉。皮的部分会苦苦的吗？皮不会耶，然后里面是长这样子，有果肉的。其实很好吃哎。如果甜度1到10的话，它应该有8到9的程度，但是里面一样有籽，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要小心。这一颗比刚刚那一颗大颗一点点，我觉得咬起来更甜了。我觉得它有点像柳丁哎，口感也很好。然后它里面其实跟你在吃橘子、在吃柳丁纤维感是一样的。这个观众，我要感谢你，你让我尝试了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的一个水果，不错不错，我觉得是看起来觉得有点害怕，但实际上吃起来很好吃的一个水果。下一个要来吃的，我刚开始听到它的口味的时候，我有点在想说，这个口味真的好吃吗？这个叫做罗马生乳包，一个是75块钱，里面通常都是包鲜奶油，可是它这个里面加的是日本黑糖酱油，还有番薯，无法想象哎。但听说这个在日本蛮热卖的，光看到这个馅料，你就会觉得很想买了。阿强也忍不住，他也买了一个，还给我。打开来是长这个样子。小小汉堡状，但是塞了很多鲜奶油进去，开口笑的感觉。你有知道酱油跟番薯的味道吗？很微，而且地瓜味道是几乎消失。对呀，但我觉得它吃起来没有一般的鲜奶油那么甜，是真的。你会觉得它好像有一股咸味在里面。我觉得它这个罗马生乳包是好吃的，然后它的面包本身口感偏扎实一些，比较干一点，刚好搭配它中间湿润度蛮足的鲜奶油，我觉得整体的味道跟口感是还不错的。它里面没有包其他馅料，它是贴错标啊？没有啦，它只有卖这个口味啊。我觉得仔细吃还是有一点点，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期待，吃起来是不错吃的。以甜点来说，下一个要来吃的也是甜点，这一个是蕨饼，一盒是59块钱。这一个呢，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们说，觉得唐吉诃德的蕨饼做的特别好吃。我有去，我都会拿。那你觉得它的蕨饼跟外面的蕨饼有差吗？我先不跟你说，等一下吃第一。不过一盒59块钱，这个分量感觉还不少哦。黄豆粉，然后这一边是黑糖蜜，把它分开，想说等一下用沾的。因为我虽然自己本身不太会买蕨饼，但是开箱过超商的蕨饼也不少吃。我觉得它的感觉是比较水嫩一点，它的黄豆粉带一点苦味，再加上呢它的这个黑糖蜜，苦甜综合的 feel， 外层粉粉的感觉又跟那个软软绵绵的蕨饼搭配起来，你会觉得很有层次感。我觉得它是我吃过最软的啦，非常软其实嚼到之后你会觉得它有点接近水状。如果我人生第一次吃的蕨饼是唐吉诃德蕨饼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爱上蕨饼。台湾有些蕨饼会做的像香蕉泥一样，就很可惜。我第一次就是吃到那一种的，而且我觉得以59元的价格来说，这个当下午茶甜点分量也刚刚好，一个人吃是会觉得蛮满足的。再来这一个是唐吉诃德他们自己推出的玉米棒，这样子一包是150元，然后里面有30入，也就是说换算下来一个的话是5块钱，听起来跟一般的玉米浓汤棒的价格好像差不多。这个观众的推荐原因啊，是说它很适合止腰嘴馋，拿一直吃还不错。它的这个图案呢，中间有一个很可爱的 Donkey， 每次去逛唐吉诃德的时候，回来脑海中都是他们 Donkey 的音乐，咚咚咚 Donkey， 这样很可怕。很可怕，它其实外形跟台湾自己的那个玉米浓汤棒长得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味道大致上没差我也觉得完全没差，他就硬要讲的话，它淡一点。
它的饼干的部分感觉好像厚一些些，但除此之外吃起来真的差不多哎。但是我觉得台湾做的玉米浓汤棒外层的粉比较厚，我记得每次吃的时候都会撒很多屑屑。这个虽然也会撒屑屑，但我觉得它外层的粉没有裹得那么的厚，所以吃起来没有那么咸。就是平常爱吃玉米棒的人可以分得出那个细微的差别，因为我平常没有很常吃，所以我不太知道就是它真的很细微差在哪，就觉得吃起来好像都差不多。最后一个要来开箱的呢，其实不是在前10名当中，但是我自己私心还是想要来开箱它，因为我看到观众推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喝过，很想要喝看。这个呢是丸山红茶豆乳，一罐是109元，其实蛮大罐的，然后它的包装看起来很可爱，它也有出小罐的，然后也有出原味的，它颜色比我想象中深一点点，这个就是非常的奶茶色。它的茶香味很明显诶，喝起来很像是阿萨姆奶茶，茶的味道非常浓郁，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喝起来的感觉很不像是这种利乐包包装里面会出现的味道，它很像是很厉害的手摇饮店会推出的那种红茶豆乳或是鲜奶茶的感觉。它的豆乳味反而没有那么明显，它有点像是一般的鲜奶味，蛮好喝的。你要不要喝喝看？我觉得它有点接近那个，你如果换个包装，你把它装到手摇杯里面，我会相信它是店员刚刚做出来的手摇饮哎。哦，它确实有个茶香味会留在口腔里，有点厉害。但是它的茶香味明显比乳香味再浓很多，茶香味大概有7，豆乳味是3，然后它的豆乳味也不像是一般台湾你在喝到的那种豆奶的感觉，真的是比较接近鲜奶的味道的那一种。如果你是喜欢茶香味重过于奶味的人，会很爱，真的还不错，好喝。好的，那么今天所有一买再买的好物，唐吉诃德篇都已经开箱试吃完毕啦。综合今天所吃过的呢，我要来选出我心目中觉得最好吃、很想要回购的清单。首先要来公布第3名，就是日本鹿儿岛金柑。当初其实我没有想过它会登上我心中最爱的排行榜，它真的好甜哦，而且小小一颗很迷你很可爱。虽然说一颗要25块钱，其实并不便宜，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新尝试没吃过的水果，所以对它特别的印象深刻。那再来第2名的话有2个，第一个是照烧美乃滋蟹肉棒，它的单价其实也没有到很便宜，可是呢，我觉得它的那个照烧酱再搭配它的美乃滋，还有它那个蟹肉棒的大小跟咬起来的扎实的感觉，很好吃。再来第2个呢是黑糖蕨饼，也是阿翔力推的。如果你跟我一样过去不是很喜欢吃蕨饼的人，它真的是吃完之后会让你刷新对蕨饼的印象。我觉得它的酱啊，还有它的黄豆粉，还有它蕨饼的口感，没有一个可以挑剔的地方。再来今天的第1名也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鲑鱼松，一罐99块，然后刚好遇到买1送1，所以我觉得很划算，很适合摆在家里一罐，你可以直接加在饭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嗑掉1碗2碗都没有问题，真的很好吃。那再来呢是鲑鱼生鱼片，它吃起来不止新鲜，它的那个口感的肥嫩感，而且它切的厚度又刚刚好哦，咬起来幸福感满满，吃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是值得特地去买来吃吃看的。今天吃下来真的是很感谢观众们的推荐，终于不踩雷了，因为私底下也踩过不少次雷，阿翔就可以分享。阿翔超常就是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然后回来吃了之后就说哦，这个真的很难吃。我觉得下一集搞不好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阿翔的踩雷清单，搞不好大家也会蛮有兴趣。也欢迎大家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逛唐吉诃德的时候你吃过觉得很好吃，或者是吃过觉得踩雷千万不要买的。那下一集一买再买的好物呢，大家想要看我们去开箱哪一间店，也可以底下留言，下一集就去买来开箱分享给大家看。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帮我订阅一下哦。目前在挑战中3次更新影片，打开响当就不漏掉新片通知啊。那如果想要知道有更多动态呢，也欢迎到 FB 粉团站我是 IG 哦。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很久没逛唐吉诃德，逛得好开心哦，又喷了好多钱。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它的那种商品宣传介绍的方式都很五花缭乱吗？那叫五花缭乱吗？五花八门，然后眼花缭乱啊！我刚刚在讲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很适合，就是搭配它 Donkey Donkey。我到底要说它什么？唐吉诃德。